大家好，我係徐立賢，歡迎嚟到跨市博弈。你係咪都覺得只要買入輝達同埋各大記憶體巨頭嘅股票，就等於買入咗人類未來嘅入場券？而家市場嘅共識好簡單， AI 模型越嚟越大，算力需求永無止境，所以呢啲賣慘嘅公司實賺到笑，閉埋眼買入就等發達。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以為你投資緊最高端嘅智能，其實你只係乖乖地交緊一種極度荒謬嘅記憶體稅呢？你以為矽谷班科技巨頭瘋狂搶購嗰啲幾萬美金一張嘅旗艦 GPU 係為咗無敵嘅運算能力？錯啦！老實講，佢哋買呢啲運算怪獸根本就唔係為咗算力，而只係為咗綁定喺晶片旁邊嗰一丁點高頻寬記憶體，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HBM。呢件事荒謬到咩程度？就好似你為咗解決載貨空間唔夠嘅問題，一口氣買咗3架法拉利，原因竟然只係因為你需要佢哋嘅車尾箱。摩根大通最新嘅報告已經將呢個笑話標咗價，起一個數據中心嘅成本由350億美元暴升到500至600億美元，多出嚟嘅天文數字就係華爾街同矽谷齊齊炮製出嚟嘅記憶體稅。當你沉醉喺呢個科技神話，盲目跟風買入相關 ETF 或者股票嘅時候，你以為自己係捕捉時代紅利嘅獵人，點知喺大資本眼中，你只係餐牌上面嘅一道菜。當大戶喺高位套現，你仲喺度用自己嘅血汗錢去支撐一個根本唔合理嘅硬體架構。人類對簡化答案嘅渴望，令你輕易相信咗算力等於一切嘅劇本，心甘情願將權力同財富雙手奉上。但係表象嘅裂痕已經出現，有一個你絕對估唔到嘅破局者出現咗，就係 HBF 高頻寬快閃記憶體。簡單嚟講， SanDisk 同 SK 海力士打算將你平時用喺 USB 手指入邊嗰啲廉價遲鈍嘅 NAND 快閃記憶體，直接塞入 GPU 旁邊。聽落好似用單車撈去參加 F1 賽車咁搞笑，但物理學嘅把戲話俾我哋知，透過極致嘅先進封裝，呢個萬囊中竟然可以炸出同次世代 HBM4平起平坐嘅讀取頻寬。當所有人都在意算力同速度嘅時候，忽略咗 AI 模型推論嘅本質。幾百 GB 嘅模型權重係絕對唯獨嘅，根本唔需要不斷寫入，亦都唔需要 HBM 嗰種極致嘅低延遲。HBF 嘅容量密度係 HBM 嘅10倍以上，但每 GB 成本只係1/10。以前要跑一個超級巨大嘅 AI 模型，你需要買8張 GPU 組成一個伺服器機櫃，用昂貴嘅 NVLink 連埋一齊。而家理論上只需要一張搭載 HBF 嘅超級晶片就搞掂。呢個唔僅僅係幫數據中心慳位，呢個係一場對無謂算力同基礎設施成本嘅結構性大屠殺。輝達點解可以賣得咁貴呢？因為佢用 NVLink 將多張 GPU 同 HBM 死綁埋一齊，強迫你買成套系統。如果一張晶片就可以搞掂輝達嘅護城河，仲有幾深啊？雲端巨頭絕對有極大嘅誘因去推動 HBF， 因為可以大幅削減推論成本，徹底擺脫輝達嘅控制。呢個就係隱藏喺技術名詞背後嘅真實權力轉移。不過市場對呢場即將到來嘅風暴毫無反應。SK 海力士喺美國上市嘅 ADR 短短幾日價飆升超過50%，大家用緊歷史性嘅日價去搶購一個隨時會被顛覆嘅舊時代船票。但另一邊廂，首爾市場追蹤記憶體巨頭嘅槓桿 ETF 已經連環爆倉，單日強制平倉金額創紀錄，無數散戶血本無歸。當所有人都相信買入記憶體就係絕對安全嘅財富密碼，呢一條擁擠嘅掘金之路就變成咗通往地獄嘅高速公路。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如果有興趣，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。我係跨市博弈徐立賢，下次節目再見。